让我们来谈谈伊朗谈判以及在伊斯兰堡可能出了什么问题。现在加入我们的是副总统万斯。万斯副总统，感谢您抽出时间。谢谢。发生了什么？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首先，布雷特，我不会只说事情出了问题，我也认为有些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们也明确表示了，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取得进展的一部分。美国可以在哪些条款上做出一些让步，我们在哪些条款上可以灵活处理，以及我们绝对需要看到哪些条件才能让美国总统觉得这是一笔好交易。所以我们把这些都摆在了桌面上，我们进行了一些很好的对话。我认为这可能是伊朗现任领导层执政以来，伊朗政府和美国政府首次在如此高级别上会晤，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面，而且我们确实在谈判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从现在开始，最大的问题是伊朗人是否会有足够的灵活性，他们是否会接受我们认为事情能够完成所必须的关键条件。那么对伊朗来说，红线是什么？他们不接受什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是这个局面？是的，布雷特，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美国总统说过，第一，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所以我们所有的红线都源于这个基本前提。因为伊朗人说他们自己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是一回事，他们愿意这么说，这很好，但当然你必须核实这些事情。有两件事，美国总统明确表示，我们没有灵活性，我们必须达到总统所说的结果。关于第一件事，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尘埃，也就是伊朗目前拥有的浓缩铀，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希望他离开他们的国家，我们希望拥有它。那么这为什么重要呢？当然这很重要，因为他们现在可以接触到这些材料。这些材料实际上是被午夜之锤行动埋藏在地下的，但如果从长远来看，总统不希望让下一任总统或下下任总统继续担心这个项目，所以我们希望将这些材料完全运出该国，以便美国能够控制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再次回到核实这一点，伊朗人说他们不会拥有核武器是一回事，而我们建立机制来确保这不会发生是另一回事。其中一部分当然是确保他们没有能力浓缩铀，因为他们以前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如此接近核武器的。所以坦率地说，我认为伊朗人在这两件事上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朝着我们的方向迈进。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会说我们看到了一些好的迹象，但他们没有走得足够远。所以我们决定，你知道吗？鉴于我们认为目前的团队和目前的时间表无法达成协议，让他们回去德黑兰，我们要回到华盛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局面。那么有下一步吗？还会有更多谈判吗？他们会在巴基斯坦进行吗？您会领导这些谈判吗？布雷特，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最好问伊朗人，因为主动权确实在他们手中。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愿意再次做出让步。我们也明确表示，我们绝对需要看到核材料从伊朗这个国家运出。布雷特，关于这一点，有趣的是，在这次谈判过程中，我确实认为我们对伊朗人的谈判方式有了一些了解，这也是我们最终离开巴基斯坦的原因，因为我们发现，我认为那里的团队想要但无法达成协议，他们必须回到德黑兰，无论是从最高领袖那里，还是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对我们设定的条款的批准。所以再次强调，无论我们是否进行进一步的对话，无论我们最终是否达成协议，我真的认为主动权在伊朗人手中，因为我们已经提出了很多条件，我们实际上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红线是什么。布雷特，我们也明确表示，我们实际上会非常高兴。美国总统说过，如果伊朗被当作一个正常国家对待，如果他拥有正常的经济，如果他的人民能够繁荣发展，他会非常高兴。但是为了让伊朗在经济上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他就必须在不寻求核武器的方面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他也必须在不追求恐怖主义的方面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所以我认为这里确实有一个宏大的协议可以达成，但我认为下一步要由伊朗人来决定。我听到你谈论浓缩铀和核武器，以及他们长期内无法拥有核武器的问题。我没有听到你提到完全免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红线之一吗？
布雷特，这是我们讨论过的事情之一，那就是我们需要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坦率地说，这也是伊朗人在谈判中试图改变目标的事情之一。我们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参加谈判时说，美国我们在这里给出的是停火，我们已经停止轰炸这个国家，我们期望伊朗人的让步是完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正如总统所说，我们已经看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显著增加，这对全球经济有好处，对美利坚合众国也有好处，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完全重新开放，所以我们期望伊朗人将继续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取得进展。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与他们的谈判。你不感到惊讶？我的意思是，伊朗人经常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谈论谈判。伊朗外交部长发帖说，在47年来最高级别的密集会谈中，伊朗真诚地与美国接触，以结束战争。但当距离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仅咫尺之遥时，我们遭遇了最大化要求不断变化的底线和封锁，毫无教训可言。善意带来善意，敌意带来敌意。这听起来他们近期不会回到谈判桌，这次停火会继续下去，然后战争又会重新开始吗？首先，布雷特，我必须非常感谢陆军元帅莫尼尔和巴基斯坦总理，他们都是杰出的东道主，我认为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帮助调解了我们和伊朗人之间的对话。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没有真正进行过认真讨论。但是关于外交部长阿拉吉的声明，如果你看看外交部长阿拉吉说了什么，是的，有点虚张声势。但如果你字里行间的阅读，他自己也在说，我们距离达成协议仅咫尺之遥。我认为这表明伊朗人，第一，他们非常有兴趣达成协议；第二，他们在谈判阶段确实相当接近我们的立场。但是布雷特，我要说的一点是，伊朗人是非常不同的谈判者，至少那些伊朗人与我们美国人是非常不同的谈判者。贾里德·库什纳和史蒂夫·维特科夫所做的，就是我们非常明确地表示，看，这些是我们愿意放弃的东西，但这些是我们必须拥有的东西。我们必须将浓缩材料运出伊朗，我们必须让他们最终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我认为，如果伊朗人愿意在那一点上与我们达成一致，那么这对两国来说都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协议。如果他们不愿意在那一点上与我们达成一致，那取决于他们，那是他们的决定。主动权完全在他们手中，所以你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认为伊朗人将决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正如美国总统所说，我们掌握着牌，我们拥有军事优势，我们现在通过对他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施加的封锁，对他们施加了额外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有很多牌，我们拥有影响力，我们将看看伊朗人会如何利用它。那么这就是封锁的运作方式。美国海军舰艇会阻止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吗？布雷特，不只是悬挂伊朗国旗的船只，而是任何我们知道要前往伊朗港口或从伊朗港口驶出的船只。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船只试图重新悬挂国旗，但我们当然会知道，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情报，知道哪些与伊朗有关的船只正在进出。但是布雷特，关于这一切，最有趣的一点是，伊朗人唯一能做的，他们当然没有在军事上击败我们，他们的军队已经遭到重创，他们也无法在战争武器方面取得进展。他们所做的是针对全世界进行这种经济恐怖主义行为，他们基本上威胁了任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正如美国总统所展示的，谁都会玩这套把戏。如果伊朗人要试图进行经济恐怖主义，我们就会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那就是任何伊朗船只也别想出去。我们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大事，我们知道这会施加额外的经济影响力，而且布雷特总统希望伊朗人民能够繁荣发展。他的谈判团队已经提出了一项严肃的提议，球在伊朗那边，我们取得进展了吗？是的，但我们还需要从伊朗人那里得知，我们是否能取得最终的进展，从而达成一项大协议。总统还说过，他希望这件事能尽快结束。有报道说你一开始对此持真正的怀疑态度，并且你向总统表达了这一点，这是真的吗？布雷特，你知道，我向美国总统提供建议，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我希望我向美国总统提供的建议是私密的，因为总统应该信任他的高级顾问，而不是让他们向媒体泄露消息。布雷特，我想说的是，我100%同意总统关于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看法。
我从过去几天我们进行的谈判中就看到了，这些谈判者很强硬，但他们从根本上来说是那种如果他们拥有核武器，就会给全世界带来可怕代价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对全世界进行经济恐怖主义，那么如果他们在德黑兰拥有一枚核弹，那会意味着什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力？那不是我们或任何人都应该接受的结果。所以我100%支持总统的目标，即不让核武器，不让最糟糕的战争武器落入伊朗人手中。还有几个问题，副总统先生，您说这里正在取得进展，而且巴基斯坦之行并非毫无成果。然而，我没有听到，如果伊朗人不采取下一步行动，我们会有什么下一步计划？您还在匈牙利为维克托·欧尔班助选，但他输掉了那场竞选，在执政16年后被击败。您认为去支持维克托·欧尔班那场竞选是否值得？考虑到他输得很惨，而且他是少数支持普京的欧洲领导人之一。首先，布雷特，我认为维克托·欧尔班是一个很棒的人，他做得非常好。我认为他在匈牙利的遗产是变革性的，16年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了那个国家。但我们决定那样做的原因之一，布雷特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看民意调查。我们当然知道维克托很有可能输掉那场选举。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他是我们见过的少数几个愿意对抗布鲁塞尔官僚机构的欧洲领导人之一，而那个机构对美国非常不利。所以，举例来说，当你看到一个欧洲官僚针对一家美国公司时，有时唯一投反对票、唯一投票保护美国利益的人就是维克托·欧尔班。我们去不是因为我们期望维克托能轻松赢得选举，我们去是因为支持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人是正确的做法。所以这与俄罗斯无关，从根本上说也与欧洲无关。这是关于美国以及他个人对我本人和总统以及对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好伙伴的事实。我很遗憾他输了。我相信我们会与匈牙利的下一任总理合作得很好，但这绝不是一次糟糕的行程，因为即使你不能赢得每一场竞选，支持那些值得支持的人也是值得的。副总统先生，请稍后，特别报道将继续与美国副总统的节目